美国拿国运豪赌。一些美国专家称，拜登是中国特工，关键看点不在乌克兰战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进展缓慢，但未来战场的大趋势则越来越明晰。俄军正以火炮决胜，乌军正在以人命换时间和空间。这是一场折磨西方国家的非常残酷的消耗战。在看不到乌军获胜可能的情况下，西方出现了要将泽连斯基赶到谈判桌前的声音。北约秘书长也认为，乌克兰的和平最终可能需要出让领土和主权，而且呢，这要由泽连斯基政府自己来决定。美国国务卿也持同样的观点。而美国是否会持续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目前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最近几周，基辅估计每天有700名乌克兰士兵受伤或死亡，士气低落和指挥功能失调，加上在火炮和弹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俄军的炮火正在给坚守顿巴斯地区的乌军造成不可持续的损失。近日，拜登在洛杉矶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发表讲话，似乎正在放弃对泽连斯基的全力支持。美国观察家、前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认为，拜登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对乌克兰的态度。只要乌军不主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美国就可以一直坚持让乌军与俄军打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只要乌军在战场上不崩溃，俄军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正是拜登政府想要的。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火箭炮，西方国家集团还在提供坦克、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等武器，将继续支持乌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拜登不断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有拉拢西方国家的需要，也有影响美国国内选情的需要。其实他也是在拿美国的国运在做豪赌。对美国政府来说，面对俄乌冲突现在的局势，要么主动放弃乌克兰政府，或者呢让泽连斯基政府战败。美国政府更能接受的可能是后者。深层次的原因是，这场战争原本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战争，其结局直接关系着国际局势和美国经济的走向。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强调，这场冲突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战争。美国当前的国际政策存在着重大失误，误判了其他国家的态度和考量，也误判了俄罗斯的承受能力。俄罗斯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经济完全被寡头控制，政府也无意建立公共部门，承担经济工业化的任务。但是俄罗斯是一个不缺资源和粮食的国家，拥有的战争潜力和应对制裁的承受力是美国无法想象的。美国这次虽然拉拢团结了西方国家，但是风险资金回流美国未能挽救其经济，反而因为通胀的加剧而受损。更严重的是，美国正在毁掉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俄罗斯未来会通过建立 IMF 和国际银行的替代品，让更多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美国则会因为美元地位的失去和债务负担而出现经济衰退的可怕后果。西方盗抢俄罗斯的外汇，表面看起来很爽，但是破坏了西方坚持了100多年的信用体系。俄罗斯在西方的外汇储备被盗抢之后，确定会跟中国、印度等国合作，创造某种货币互换机制。最终，俄罗斯将建立一条新的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来偿还各种债务。这正是中国想要的安全能源的供应方式。美元的基础是石油美元，其实是要把美元锁定在全球的贸易模式中，迫使其他国家用美元计价出手其自然资源。现在所有这些都将要结束了。通过俄乌冲突，普京证明了卢布的价值，美元地位被削弱，让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这正是中国想要的结果。迈克尔·赫德森感叹说，我不会说拜登和特朗普是中国特工，但如果他们是，也就是做这些事儿了。从美国人的观点可以看出，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影响美国与俄罗斯国运的战争。
美国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乌军作战的成败，也不是国内高企的通胀，而是美元的地位被这场战争所严重削弱。普京用消耗战证明，天然气卢布和石油卢布都是成立的，而且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美国人可能发现，以美元本位关系密切的沙特都不听美国的使唤了，甚至有可能以中国的石油贸易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如果再结合中美竞争的大格局，拜登等于在参与一场不可能赢的赌局。俄罗斯最终会有可能变成一个亚洲国家，进一步融入中国的经济圈。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